我是河南的，河南的，郑州的。河南郑州。对。是怎么知道澳门这个地方？是被朋友介绍过来呢，还是自己一直很向往这个地方啊？不是很向往，当时是2015年，那不是传民炒股的时候嘛？炒股的时候就跟风去炒股，然后因为个人一点事情，股票没有操作好，然后就亏了，也透支了，就想着就想搞一点快钱，然后就直接来了澳门。是啊，我想知道咱们这些客户来澳门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第一站是那个老澳门的美高梅。然后之后就转银河了，连红到多少？就最高峰可以红到多少钱？红到最高峰加上自己的本金是470，当时就放弃了，就是说家里面的主业，就想着一直想把这个搞下去，慢慢贪婪心就大了，贪婪的心大了就想追。有没有因为过这700多万您选择呢去变卖家里的房子啊、车子呢？或者说是产业？一直是在恶性上输赢，然后就是说输了去借。可能就是说给家里人打电话，因为在家里人嘛，反正家里人条件还是可以的，要钱就直接就找过来了，所以说把我自己的额度投资完，就把家里的那些都投资完了，然后去变卖一些东西呢，倒没有，从来没有变卖过一些东西，房子呀、车子呀这些都没有，只是一个债务的问题。方不方便问一下啊？您进澳门之前是从事一个什么样的产业，或者说您的职业是做什么的？内地的话就是做土建工程，就是盖楼嘛。盖楼。因为我一个堂哥他就是开发商，然后我就是接他们的土建，然后正好有家里人帮，也家里人管。你像在那2016年的时候，你房产这一块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接账都不好接了，然后就是说房价也在下滑，低的情况下，房产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是不好做了，没有2014年之前挣钱了啊。除了给您带来债务上的问题，对您的家庭关系啊，或者是说配偶关系，有没有说什么样方面的影响呢？是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有影响，我就选择了快刀斩乱麻，然后也不想着让别人跟着我离婚呢，我就直接离掉了。因为在那时候还很年轻，他可以选择更好的，没有必要跟着我一起背着这些负担，一起去偿还这些。当时您是多大年纪啊？因为这个问题去跟配偶选择离婚呢？当时有负债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投资了很多自己的额度，包括家里人的，因为当时很年轻，那我直接就选择性了，我也不想着就是说跟他回娘家的时候让他的家人低看我，我也不想看任何人的脸色，我就自己一直酝酿着自己想办法，一直就是说想办法自己上岸来。您在澳门已经这么多年了啊，您有没有见到过就是问题比您严重的，就是因为赌博这个问题？我能见到过有很多都是我曾经的那种方法，就是恶性循环，总想着就是说能打回来，其实像这种情况下是已经打懵打晕了的状态，因为我从这个沉迷赌博当中也是浑浑噩噩恶性循环了好多年。当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那一段时间是躺在家里，我可以就是说一天一天的不出门，一直在家里一直在想。其实像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心态，一个注码，一个平静。那么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给这些长期还在水下的战士们，或者是说没来过澳门的粉丝朋友们呢？然后总结了很长时间的经验，然后就是说，其实百家乐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天路啊、烂路啊，其实玩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给自己在赌，并不是说给赌场赌，都是给自己赌自己的内心，赌自己的贪婪，赌自己的平静，赌自己的注码。你能把自己赌赢了，那你是可以选择澳门的。如果你要是控制不了你自己，控制不了你自己的心态，那么这个澳门最好就不要来，一趟不要来。你要选择澳门，你要做好一切很强大的心理还有心态，你要把自己说服赌赢自己，再选择澳门。那么呢，其实也很感谢你来参加我们今天的采访啊。身为呢你6年的公关我做了您6年的公关那么现在看到您是已经是水上的把这些负债全部还清了，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我是由衷的替您感到开心的，然后也希望不要再沉迷这个赌博了，好不好？对，是。反正现在几乎都不怎么玩了大家好，我是大汪，我是小汪。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一位赌场的男公关，其实就是类似于叠马仔哈。他做主持人呢，采访一些赌客的一些视频。接受他采访的这几位，无一例外都是在澳门的赌场吃了大亏的，少的赔了300-400万，多的有700-800万。当然，这位主持人他在这个行业里这么久那这几位接受采访的输赢应该还都属于中等规模甚至偏小的，他的客户里肯定有更多甚至输了上亿的都有可能。可能呢，这些人也是在富豪榜里面有名有姓的，那这些人肯定是不会接受他采访。先说一下这里面这所谓的红这个字儿其实就是赢的意思。你看中国特别讲究这种隐晦的字眼的替代，比如古代的皇帝的名讳，民间是不能用的，都得用其他的字和词来替代。那么用一个相关的词语红来替代这个赢字儿，其实暗含的那种心理就是直接提就感觉挺犯忌讳的。暗含呢其实就是赌博这真不是一件好事儿。即便是赌博赢了，也不好拿出去明面上去说，是吧？也没有人认为谁在赌场里赢钱，那他是人生赢家，他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即便他一时赢了比较多的钱，也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全部赔回去，而且要赔更多的本金。所以其实你看这第一位被采访者，他一直在合理化他自己的行为。
其实他明明知道自己这个赌博行为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但是呢，他不断的在给自己找理由啊。首先，你看他骗自己说啊，来澳门赌博搏一搏的人，就是在内地不甘平凡的人，意思就是说呀，我这赌博不是我堕落啊，反而是我上进。他得用这种自洽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但大家想一想，其实你看赌博的本质是啥呀？第一，好高骛远；第二，想不劳而获。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劳动。你看，有的人在赌场一赌，那就是好几天，这劳动强度可比996高不少啊。不过我觉得去赌场的人哈，感觉分两种，一种人他就是会去赌场，你有没有这个诱惑呀？他就是会去。比方说像我们周围确实有朋友哈，就我们在海外嘛，这边其实赌场都是合法的。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每周末的时候去赌一下，哪怕没有赢大钱，或者也没输什么钱，反正他就觉得好像小赌怡情，他就去那放松一下心情，就这感觉。但是我也问他，你这么多次累积下来，到底赢了还是输了呀？其实还是输了一些，只不过没输那么大。但是反正就是耐不住寂寞就得去。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真的不会去，比方说像我就是真的对赌场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就我以前跟大王，我们俩还去坐游轮旅行嘛，然后在游轮上面也是有赌场的，就很多老年人啊、中年人啊都会去那个赌场里。你想在游轮上嘛，放松一下，那里也没有什么大赌的，其实就当一个消遣。然后大王有的时候还每次拽着我一起说，我们今天去赌几把吧。我是真是一丁点兴趣都没有，就我长这么大没去过夜店，也没去过赌场，反正就是像我这么五好青年可真是太少了。其实你说要真正像那个男青年说的不甘平凡的人，其实人家是会踏踏实实创业的，或者在各行各业里面去钻营，动脑往上爬的。说什么赌博是不甘平凡，那纯粹真的就是找理由找借口。还有一些人冠冕堂皇的说赌博是为了让这个家过得更好，那就更是自欺欺人了。这些人在沉迷赌博之前肯定往往也都是比较正常的普通人哈，但这个赌博确实会让一些人的认知降低。也许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因为他只有相信他自己的这种自洽的逻辑，才能减少那种自责和悔恨，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灵上的那种平静。那这位仁兄呢，还说只要能控制自己、战胜自己，就可以去澳门赌自己的平静、自己的贪婪，就是把赌博这件事儿搞了一个这么宏大的叙事，颇有点像表达那种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一样。其实就像拉斯维加斯、澳门等等这些地方，还有包括就刚才小王说我们在游轮上有的时候就是去消费2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娱乐场所。你要想，你不是去赌博赢钱的，你就是去消费你就跟去打个游戏、看个电影是一样。你要这么想你就能够知道，你到这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可以靠赌博来改变命运的机会的，99.9999%，那你都是会长期看就是输给赌场的。那你来这里玩呢，就是你有钱的话，你消费个1-2万，钱少一点消费个几百块钱，体验一下 OK 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态问题，什么战胜不战胜自己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认知问题。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额度，比方说我这次来赌场，我就是消费个3万人民币，对，消费，对，输完了我就走了，我就来体验一下，我也不只是这3万人民币去挣钱，不要想去翻本，你是消费你翻什么本？就像你吃完饭了，你说我消费完了300块钱的餐费，你还要把这个本这个餐费挣回来吗？不要有这种心理。对，一旦想着去翻倍要挣钱，那这个就是哪怕你当时赢了，那也是难以耐住这个诱惑，还得再继续加码进去，反正就是那你想，赌场既然能开这么多年一直开着，那肯定人家是赚钱的呀。没错，就有人就可能问了一个，你说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就大大方方承认赌博是错误的，有那么难吗？答案是对于深陷其中的这些人真的很难。再来看第二个妹子她说号称是1把牌输了300万。湖南妹子曾经在澳门最高峰一场牌就输掉了300多万。第一次来澳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澳门的话，大概是在5年前的样子。5年前，对，2020年。对。是什么样的机会促使你来到澳门这个地方呢？或者说是朋友介绍那个时候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人喜欢打牌嘛，就喜欢玩这个百家乐那些，然后我就跟他们一块就过来玩。第一次就过来澳门这就玩了。目前最高峰刚才听你讲一场牌输掉了300多万对。那么是为什么让你说你只有年收入50多万嘛，你就怎么敢去拼这300多万？是不是曾经有赢过的经历呢，让你就比较上头沉迷这个东西？对，因为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奇的状态嘛，就玩的也比较小一点，也不是太大。然后第一次我还清楚的记得是赢的大概30-40的样子吧，然后后面连续来了4-5次，基本上都是红，就输了1次。然后我就感觉这个钱实在是来的太容易了，然后我一共那时候就赢了有100多个，大概180左右的样子吧。
那么印象最深的那场战役，应该就是你输300多万的那一次了吧？对啊，那天呢是什么情况啊？让你就突然间上头呢？或者是说方不方便讲，在咱们哪间公司呢？在我们的某沙集团啊，某沙就是咱们著名的金叉，是不是金叉集团？行啊，我也听过这间公司的啊。那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不是说一次就输了这么多钱，因为毕竟我年收入的话也只有说大概50左右嘛，在大陆。那这边是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我一共是待了7天，因为我们只可以旅游7天嘛。那待了7天之后我还逾期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搞不回来了。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一直想，我们这个心态就是这样嘛，因为之前有红的这个经验嘛，红的这个刺激嘛，这种就总觉得我还能够用这个1-10万能够打回到100多的这个感觉，总有这种自信。可是他幸运女神，他不会说每次都会这么眷顾你嘛，就那次就连黑了有7天。导致到后面我还逾期了2天，也没有掰回来。那总共是花了9天的时间，每天几乎都是在掉在输，是在咱们的这个金沙集团。就上头了。那个时候我还清楚的记得，我过海关的时候，我还被罚了1000块钱吧，500块钱1天逾期。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毕竟也知道你的年收入啊，大概在50万左右啊，那么一下子300多万，是你6年的时间要赚的钱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当时我就想着弄也弄不回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都就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何去何从的。然后回去，因为这些债务问题嘛，就把那个房子也卖了，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赌债给还了。车子呢？车子还在不在？车子的话是后面有点缓不过来卖的，刚开始还没卖车子。那么是什么原因啊，让你输了这么多钱，促使你又来澳门？是主要是觉得澳门这个地方还是经济啊各方面都蛮活跃的。偷偷告诉我啊，会不会还有瘾？再去说想再去上桌，再去拼搏一下？说实话这个只要是赢过钱的这种红男战士，只要手里有点本了，还是想去上去玩一下。有句话说啊，一日澳门，终身澳门啊，你认不认同这句话？我非常认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有点脱离不了澳门了。百家乐这个东西，你觉得它给你造成最大的影响，除了金钱上面的东西啊，债务上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包括你的家庭关系啊，个人情感问题啊，有没有说造成影响？肯定有啊，因为在这边你看在这边就算你玩也好啊，打牌也好的，你都是黑白颠倒的一个生活模式。然后如果说你找一个男朋友啊，人家家人啊也接受不了你这种时间或者作息。那么就是因为百家乐这个问题，对，给你带来了债务对，也带来了家庭的破裂啊，就感情上的破裂。因为这些年在澳门沉迷赌博，导致我房子也没了，车子也没了，然后快要结婚的未婚夫也离我远去了所以呢，在这里奉劝大家，珍爱家庭，远离赌博。你看这个视频，我感觉非常夸张的是这个女生年收入只有50万，其实也不算少了哈，但她就敢一把拼300万。你看这个女生和之前的那位男士其实有点类似，他们两个都是先赢后输。一开始赢的还真不少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规模。那这个赌场呢，所以永远是不怕你赢钱，就怕你不来。只要你来，早早晚晚都会输进去。就是因为他前面赢了，他才敢一把下300万。如果他前面都是输的，他可能就输个5万，人家就离场了。对，他后面不说吗？他就几百的下了。就是赢钱，他赢的钱因为来得太快，他已经不把那个100多万当几百万当钱了。而且呢，他就一旦开始输了，就越挣扎越想回本，输的越多，这几乎就是一个铁律啊。其实你看这个女性，她通过赌博的经历，她已经属于那种在心理上有点贼船下不来的感觉。她属于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为她赚过，她再也无法忍受日复一日上班，年收入50万，即便这50万已经是很多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薪，她都无法满足她了。因为这50万呢，他赚的虽然不一定辛苦，但起码他要朝9晚5的上班，甚至有可能需要996的状态下去卷出来，而且交了税之后可能就剩下3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曾经品尝过说赌博一下就轻松赚到了180多万的这种情况。那么当他又无法认知到这个长期赌下去一定会输的这么一个认知的时候，那他就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他未来的人生估计会长期沉浸在当年赚180万块钱的那种兴奋和轻松，就无法意识到现实真实世界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夸张一点说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赛博世界，就是在那个世界里，他就好像在玩游戏一样，打怪一样，他已经脱离了真实的世界。所以你看，就他说这种体验过赢的人，即便他吃了大亏，但是他未来有了本金，他还是要去尝试。这就是赌博最可怕、最让人上瘾的一个地方。综上所述我认为所有沉迷赌博的人，其实根子上来说都是认知不足，或者是说自欺欺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你想这些赌场这么豪华的酒店，这么多的工作人员，运营成本还要交不菲的这个牌照费税费什么，那这些钱哪儿来的呀？全都是从赌客身上来的呗。澳门赌场有人做过分析，就是说总体上来看赌场和玩家的胜率差大概是5%左右。比如有一份数据披露说这个庄家的胜率大概是52%左右，玩家胜率大概是不到48%。
还有的个别游戏，比如像围骰啊，那赌场的优势甚至可能高达54%，也就是说玩家只剩下46%的胜率了。那无论是在拉斯维加斯还是在澳门，长期来看，这个赌场是一定会赢的，这是规则已经写死的。除非你有电影中21点那种天才的数学能力，否则呀，你怎么可能也长期赢得过赌场呢？如果你要想靠数学能力和记忆力啊来赢，那你先掂量一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头脑。如果你想靠运气来赢，你要想这个运气怎么可能永远绑身呢？赌场不需要比你多很多的胜率，它只要比你多这5%的优势，只要长期赌下去，你就是永远的输家，没有任何例外。所以赌场可以有恢宏的金碧辉煌的大厦，赌王可以身家千亿，赌客的悲惨故事却永远都听不完。永远要记住啊，朋友们，去澳门、拉斯维加斯这些地方，你是去娱乐、去消费的，你不是来改变人生的。自己和家人都要永远切记这一点。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